259页，醒狮酥我做了。这个东西光开酥就是10个小时，100多层酥皮，还要开5个。看着隔壁做这个翻车了800次的博主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打电话给了醒狮酥的创始人。喂，武阳老师。喂，9月啊。你那个醒狮酥好好看，我想跟你学。好呀好呀，不过这个情况你可能没有办法过来学，我给你推荐我的徒弟吧。先从理论开始，这个比我想象中更难，有这么多部件，每一个部件的难度都不低于天鹅酥，但是也不能就这么放弃，还是要试试的。油芯包进水皮，把水皮之间隔开，油芯会在炸的时候融化，剩下来的水皮就会层层起酥。等到它足够薄足够大，就这样4等份叠起来，再次擀平，再次叠，重复3次，最后切成6份叠在一起，就是4乘4乘3乘6，总共288层酥。圆酥需要把2种不同颜色的水皮粘到一起，包上油芯再擀平，擀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这种可以透过面皮看到自己手指的程度，再卷起来。这个东西即便有人教还是非常难，因为光开酥就需要至少10个小时，漫长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差错都会导致最终的失败。封口不严会失败，粉没刷干净会失败，水皮太干会失败，油芯太软会失败，指甲太长也会失败。失败的方式千奇百怪，成功的方式只有一个，就是每一步都要做到分毫不差。最后做好让老师检查一下。我很有天赋啊，9月。没断呢，1层都没断。你们俩回去给我洗心头，别第一次就开出来，这个回去吹一辈子那种。从早上干到天黑，终于把酥皮开好了。现在就是把它们做成10几个小部件组装了。这一步需要很强的造型能力，还好之前做过翻糖柿子，有点经验。莲蓉捏好造型，用酥皮包住，做出狮头的轮廓。这2片是狮子的小耳朵。这片酥皮擀平，刷上蛋清卷起来，做狮子的鼻梁。就算是鼻球这种小东西也要包上内馅。现在来做狮子的胡须，那种细细密密的小绒毛完全是用手一刀一刀切出来的，每一刀的间距都不能大于1毫米。还好之前做文字豆腐练过，这样醒狮所需要的部件就全部做好了。开始组装，已经非常接近成品了，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错。所有组装使用的粘合剂都是蛋清，但是要非常注意蛋清的用量，太多了会影响造型美观，太少了炸的时候会裂开。最后加上这个小犄角，大功告成。历时3天，总计40多个小时，醒狮酥总算是挑战成功。与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非遗不同，醒狮酥这样的面艺瑰宝是我们现在创新的产物，而且不只是武阳老师这种老手艺人在努力，
还有小东老师这样的年轻人在传承。这次学习醒狮酥的制作，不只让我学到了这样一门高超的传统技艺，也让我了解到中国的匠人精神。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嘛，花一个时间有耐心的去做一个东西，是件很酷的事情。就像他们西点里面做的一些点心，它可以花7、8个小时去做。其实我们中式点心也可以。传统非遗手艺不会没落，新的文化创新还在继续，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好的状态。